甘家在旅游开发之后，似乎与秘境越来越遥远。不过，在甘家的另一面，有一条隐秘的古道，可以穿越峡谷，避开人群，重新回到曾经的秘境里。穿过甘家之后，旅游开发多年的桑科，似乎也渐渐脱离了原始的草原风貌。不过，当我翻过草原深处的隐秘垭口，才发现曾经的草原风情依旧。这是草原小卖部。现在是早上7点，他们已经在地里面干活了。体感温度应该只有3度吧。这是我昨天露营的地方。今天就准备从麻当去甘家了。昨天住的这个村子叫派乐村，它村里正好从山上引下来一个泉水，很方便可以补水。如果想补水的话，其实就可以来这个派乐村。先到麻当镇。这个小镇上买点东西，但发现好多店都没有开门。现在准备出发了。麻当镇这边一个小路进来，穿过这个小村子。显示骑行导航的话，只有2个半小时。像昨天一样，这是从临夏到甘南，就再来一次仪式感。想看看从这边走的话，它的地貌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。我发现现在养蜂人很多啊，因为7、8月份是甘南花开的最盛的时候。为啥修这么窄？会车其实很麻烦。右边修了一条水泥道，但是非常窄。现在海拔才2440米。青稞，铺满了青稞。哦，这个味道，很喜欢这个味道。选择走这条路的话，一定要从麻当去甘家这个方向，有点帕米尔那种感觉，垂直落差非常大。它这边的山的植被会更加茂盛，这个山体会是那种稍微有点碎石的感觉，然后就是这种非铺装路，还有碎石，路也很差，只能慢慢开了，还是要小心，防止爆胎。从麻当到甘家这段是丝绸古道的一条支线，也是历史上汉羌、唐波等政权争夺的军事要道。这个村子就在这个河谷旁边，这个半山坡上，村子也是到处都在建设，好像没有什么人，应该都是去地里面干活了。哎，你们住哪里？住前面啊？你们知道这条河叫什么吗？很典型的藏族村落了，他们这种外面的墙很高大，这个应该是他们晒庄稼的这种架子。这个是晒青稞的是吗？晒青稞，梅子、大豆、小豆都有。蚕豆也种是吧？蚕豆啊，蚕豆是什么？就那种扁扁的那种蚕豆。没不种是吧？没。这边还是属于临夏吗？还是属于甘南了？这就是甘南，你马上过来啊。上在去甘家，对。最难走是这个庄子底下啊，土路，甘家没去过吗？去过，但这条路第一次走。你什么一个人吗？对，一个人。哦。我很喜欢那个崖壁，那个山崖很漂亮。最差的一段就是这边这一段了。潜龙沟是整个古道最核心的一段，在峡谷里沿着央曲河逆流而上，可以从海拔较低的黄土高原爬升到青藏高原。我更喜欢这种山体，一般有这种经翻的地方，应该都是比较高的，那可能翻过这边，有点期待啊！哇！哇，这边感觉已经要塌掉了，就赶紧过去，太窄了。前面已经可以看到八角城了，这条路还是很近的。风景呢，其实可能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惊艳，但也还不错，路况不算差，确实属于比较有仪式感的一小段旅程。八角城遗址，进来了。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第一次进到这个城里面。这个都加的。都加了，好，好。一个啊。来一个嘛，8块是吧？8块。好的。新鲜的啊，这。啊，好。酸的话，你这个白糖加。啊，不酸不酸。不酸吧？嗯。这就是一道就是白石崖山，我们这个地方来说，这就是神山。转一圈的话，特别就幸福嘛，就这个意思。不过村子里面虽然建了很多这种民宿，大部分人去住的话，还是会去县城住或者是拉蹦寺住。前天啊，就浪上这个周围要绕这个山，这里有很多说法呢。这个那个钩子的看见没？这个钩啊，就是说是鱼，远处看的话特别像鱼，鳍啥的都有呢，嘴巴啥的、乌啥的都有呢。那个湖水，先这样拿起来的话就是湖水，到这个外面的话就变成石头了。我在合作上学的那个。在合作上学？合作藏中。现在不上了。现在辍学，就不上了。现在反正就在这边工作着。你家里现在应该还有很多羊跟牛。400羊。400只羊。对。我听说最近那个羊价降得很厉害。以前一个羊1500。那现在就卖不到这个价钱。700啥的。这边呢就是白石崖，这条小路就是上云端草原的路。关于甘家的传说有很多，我最后也没有找到才让说的那个神奇大湖，而甘家似乎也没有了当年我开车路过时，白石崖突然从地平线升起时的惊艳。左边就可以看到白石崖和八角城，八角城的对面，这边山里的一个叫坐海村。我今天准备在这边扎营，现在那边游客太多了，就不准备过去了。现在这个是坐海村后面这条路，不知道是通向哪里，说不定有新的发现呢。肯定是他们的牧场，感觉越走越远。那天我在周围的山沟里到处闲逛，在避开了景区的人群之后，似乎找回了点当年甘家秘境的感觉。感觉这个位置停得刚刚好，太阳正好被车挡住，然后这边有个小的土堆，刚好可以垫脚。前面就是白石崖。我一整个下午都待在坐海村后山的牧场上，看着远处的白石崖，我在想，这真正的秘境其实并不是与世隔绝的。如果秘境不为人知，那秘境也就并不存在。所以这秘境其实就是人心所向，能让你获得片刻安宁的那个角落。第二天，我没有等到甘家的晨雾，在晨光里，我离开了甘家，前往下河，准备去往草原深处，看看能否找到曾经的草原风情。我现在已经到了县城了，刚才路上遇到一个小姐姐来县城参加婚礼，她是坐海村的，顺路把她带过来了。拍了仪式，然后就不吃饭了，准备先走。婚宴流程比较长，我就简单拍了一下仪式，准备赶路了。拉布楞斯航拍的审批还没有下来，我感觉可能连停车的地方都没有。先走吧。哇，现在人真的非常多，真的是到旺季了。其实我觉得拉布楞斯很适合冬天过来，冬天下雪的时候真的很漂亮。现在感觉基本上每个草场它好像都在做生意，还是往深处走一走看一看。你好，好，你看这个是欧拉羊是吧？欧拉羊。你们要去那个夏牧场吗？夏天牧场。夏天我们在甘家。哦啊，你们去甘家呀？甘家村。哦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在回甘家。哦哟，回甘家。我的村子中。走草原走是吧？哦哟。啊。那得走几天？2天。为什么背一把伞？容易下雨是吗？这边？今天晚上住在哪里？在那个三口镇吧。
那边有羊圈能圈起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的。跑不了是吧？牧民现在转场回到甘家，慢走。啊，小羊要坐在车里，从这边走到甘家赶羊的话要走2天。我其实挺想跟他们一起去的。感觉已经走到了深山里面。羊吃草的话，它会连根吃掉；保护草原的话，可能会控制这个羊的数量。告别了转场的牧民，我开始翻越草原垭口。这是桑科草原与阿木曲湖草原的分界。在那之后，没有了人群，也没有了手机信号，只有满山遍野的牛羊。应该是很多家牧民在一起的这个地方。这个神山有名字吗？有，叫什么？安妮公墓。去过上海，我们全国那新疆那边没去过，然后那北京那边嘛，哈尔滨那边。那在外面习惯吗？在外边可以吧，打了2-3个月的工嘛，然后有个1万块钱左右，我们也是耗，把钱耗完了，然后再回来。那30-40的时候才挣钱，我们的现在10几的时候不想挣钱，不需要那个买房啥的嘛，买房买车的。这就是我们草原上的那个小卖部，他啥时候来，随时都会来。这是草原小卖部，看看你们都买啥。老板好了嘛？这一份凉皮是多少钱？10块钱。10块钱。买15的10块钱买了。经常就带的去，他带。这是干嘛的？相机。相机啊。这个凉皮是用什么面做的？绿豆吗？这是从那个咱们吃的那个。就是面。面做。就是面做的是吧？面做的，它是那个，这是真空做的。这个是零食，这也零食。饮料、辣条、花生，大瓶的百事可乐。它是只能用现金，因为里面完全没有信号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现金真的在这边非常重要。那边赶过来，好。去那里。去那里是吧？对对。把他们赶过来是吧？对对。好，这几头是吧？对。混迹牧区多年，我没少帮牧民赶羊，所以这非无人机赶羊的手艺越来越好，深受各大牧区牧民好评。哎呦，你看他们。那你平时上学的时候就住在阿木曲湖，住在学校里是吧？好像到9年级吧。你们家有多少头羊？310。昨天进来，对，在下面的，你看那里白色的那个。这边吃的差不多，然后再往上面去。对。啊，羊的选美比赛。对。这个羊最好看。对。天天在比赛的话，它都是第2名。好看的羊有什么奖品吗？就是有一个奖状这样的，还有一个卡的。后天我们比赛吗？后天比赛？对。在哪边？在我们村里。杜啊，你知道吧？杜啊。你能用藏语说一下吗？
好，等一下。读啊，你到安国的上面来的话就 OK。我直接到安国对再问一下就能问到了。嗯你们有电话吗？没有，那就去你们村子，我问一下，打听一下。走了啊。这边的一个藏族小朋友，然后他告诉我，他们家的羊明天会参加选美，后天他们会参加赛马比赛，所以我准备去看一下。这边就是他们牧场的深处，牛羊特别多，算是核心的牧区。它其实一开始先在海拔比较低的地方放牧，然后草吃的差不多了，然后会继续往上，会往海拔更高的地方搬家，不停的搬家。虽然这个牧羊犬拴着，但是我还是不下车了，万一这个链条断了。哦，这边还有牧民家，哇，同一个村子，然后聚集在一起放羊，这样的话也不会无聊，然后互相也能帮忙，安全性也能保证。我觉得这山里肯定是有狼的。草原上这种小溪很珍贵，走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一条。这个应该是他们主要的水源了。这边呢，应该就是他们牧民冬季牧场的房子。最痛苦的就是会车，海拔已经降下来了，花明显没有高海拔的地方多，看到了很多土拨鼠的这种坑。哇，真的好漂亮！现在的光线开始变得柔和了，那边的山、云，感觉自己好像走的不大对，没想到我真的走错了。这边真的看起来草原路都一样啊，牛羊都赶回圈里了。牛羊都已经。那天我在阿木去过的夏季牧场待了一整天，一直等到夕阳西下才离开。那天夜里，我找到了扎西东支的村子，在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参加了一场盛大的草原节日。那片云好漂亮。哇，这个路好难走，就是牧区的道。问清楚了，他们明天开始是过香浪节，所以会有选美比赛，所以我准备去看一下。干脆就住在他们这个香浪节的现场得了。车里面加了一个巨大的铁条，哇！哇，这个视角很诡异，这个铁条在这里，哇！哎，啊，今天就准备在这边山顶上